这10个看似不正常的怪癖，其实是极高智商的隐藏特征。表面上看，我们总以为一个拥有极高智商的人，应该是那种满口专业术语，能大声解决复杂问题，随时随地炫耀知识的百科全书。但这其实是一个极其粗暴的世俗偏见。心理学研究证明，真正的顶级智商往往表现为一系列极其微妙甚至反常的日常习惯。事实上，智力不在于你知道多少，而在于你的大脑如何处理周围的世界。如果你身上带有这10个看似不正常的怪癖，别急着自我否定，这恰恰说明你拥有一套算力惊人的认知系统。第一，频繁的自言自语，走在路上对着空气嘀咕，或者工作时小声念叨，往往被贴上奇怪甚至精神有问题的标签。但你正在做的最致命的误判，就是把它当成病态。心理学界将这定义为自我指导言语。当你的大脑处理极其复杂的逻辑时，内部内存会溢出，你需要通过发声来做外部缓存，这能切实提高注意力和认知控制力，帮你组织思维并强化工作记忆。所以，自言自语其实是一套活跃的认知系统正在全速运转的物理轰鸣声。老实说，我自己思考复杂问题时也经常忍不住自言自语，周围人看我像看傻子，但至少在我的经验里，这确实能有效避免大脑死机。第二，大方承认我不知道。大多数人以为聪明人绝不会容忍自己露怯，然而事实证明，越是缺乏知识的人，越容易触发达克效应，拼命掩饰无知以维持体面。真正的高智商反而极度乐于承认我不懂，因为他们能看清世界巨大的复杂性网络。承认无知不是怯懦，是对信息黑盒的敬畏。第三，在小事上过度分析。你是不是经常为了一句简单的信息回复反复推敲半小时？你可能会想，这种优柔寡断简直是性格缺陷，是严重的精神内耗。但换个视角看，这其实是大脑无法停止运转的副作用。你用来解决高级复杂问题的认知引擎被错误地挂载到了日常小事上，表面上是纠结，但其内部机制是你的大脑正在同时探索和推演多个思维模型。你的内耗本质上是算力过剩。大多数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稍微松了一口气，但其实上面这些仅仅是表层现象，接下来这个特征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聪明的定义。第四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意。频繁改变立场常被社会评价为墙头草或缺乏主见，但当你面对新证据时迅速倒戈，反而是具备极高问题解决能力的标志。高智商人群从不把信念当成固定的个人身份，而是将其视为可以灵活调整的思维模型。新数据输入，旧模型废弃，系统瞬间完成升级，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认知灵活性。智力从来不是为了在辩论中赢过别人，而是为了无限逼近真相。第五，极度享受独处时间。花大量时间独处常常被误认为是反社会或厌恶他人，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撕开了这个表象。高智商人群对频繁社交的满意度远低于普通人，他们不讨厌人类，只是当大脑持续处理海量想法时，负责复杂思维的前额叶皮层极度渴望一个没有噪音的物理空间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你肯定体验过这种场景，在喧闹的聚会中感到极度疲惫。社交对高认知大脑来说是后台的高耗能程序，必须定期强制关闭。第六，习惯深夜思考。熬夜总是被轻易归咎于缺乏自控力的坏习惯，但大量高智商个体的自我报告显示，他们的心智在夜间变得更加活跃。进化心理学认为，具备更高认知灵活性的人能更轻易地适应这种反传统的作息偏移。夜晚是现实世界信息输入最少的时刻，当白天的感官过载停止，系统才真正开始高速运转。懂了这些，你一定会觉得聪明人都是一群孤独的苦大仇深的夜行生物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他们身上具备着一种极具反差感的能力。第七，自带高级的幽默感。我们总觉得学霸都是死板无趣的，但智力研究期刊证实，高智商与高级幽默处理能力之间存在可测量的物理相关性。制造幽默需要你的大脑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识别常规模式，巧妙打破预期，并将看似毫无关联的概念强行接驳。这是个极度消耗认知资源的神经动作。第八，相比表达更习惯于旁观。在人群中滔滔不绝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，真正的高智商者更像是一个静默的雷达，他们优先观察社交动态，收集情感线索，分析人际关系的底层代码，然后才给出深思熟虑的回答。
这反映了他们在社交中强大的模式识别能力。你以为他插不上话，其实他只是在做降噪和数据采样。第9，对日常小事疯狂提问。聪明人不只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，他们反而会对最司空见惯的小事产生疑问。这个系统为什么这样运行？这不是为了抬杠，而是大脑在自然而然地寻找事物运行的潜在模式。持续的好奇心就是驱动他们跨越表象的心理引擎。第10，不断寻找人生的意义。当日常模式全部被看穿后，高智商人群不可避免地会被一种寻找意义的本能所驱使。因为对社会人际关系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极其敏锐，他们会在脑海中不断反思目标身份，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思考。智力的核心也绝不仅仅是做对几道微积分方程式，或是记忆一堆冰冷的事实，它是试图理解人性这块最奇妙、最无解的拼图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智力从来不是我们在学校里被规训的那种刻板标准，它是一种看穿系统运转机制的独特能力。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在小事上过度内耗，忍不住自言自语，或是深夜情绪低落时，先解除你的自我羞耻，那可能不是你的性格缺陷，只是你的高配大脑正在试图重新组合这个粗糙的现实世界。